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今天是2021年的5月14号，星期五。关于印度啊，大家已经见得太多了，惨绝人寰的画面。今天呢，又有一个奇葩的事情传出来，在印度现在居然出现什么情况呢？出现那些死者，他那个裹尸布啊，还有死者的衣物，被那些人呢偷走了之后，弄干净再拿去卖。这事情是印度报纸自己报道的啊，说印度呢北方省有一个县警方呢跟这个记者说，他们接到报案，有人在当地一处火葬场偷那些呢新冠病毒死者的衣物，当作新衣服贩卖。其中呢包括一些呢平常就是卖衣服的，叫布料经销商。警方接到报案之后就突击搜查啊，然后呢查到几百件。从死者身上扒下来的那些东西，也抓了7个犯罪嫌疑人，追回被盗的520件裹尸布，简直不可思议啊！裹尸布也能偷，520件，520件，如果一件呢是从一个这个死者身上扒下来，那就520个尸体，还有127件呢叫库尔塔，我猜测是他们的民族服装吧。140件衬衫，还有34条腰带，还有呢52件呢纱丽女人用的，还是12条呢披肩。这种犯罪不但亵渎死者，不但侵犯了别人的财物，而且呢最大的问题你知道在什么地方？在传播疾病啊！他本来就是感染新冠病毒死的，现在你把他的裹尸布拿起来，然后再卖给别人，这和散播病毒有什么区别？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果在中国这是这么一个问题，但是在印度这件事只是窃取财产，公安局把他抓了，最后怎么处理还很难受。印度现在惨绝人寰的场面，都不忍跟大家说，尤其一些照片没法看啊。我们做了一些处理，有些照片您可以看一看。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印度有一条河叫恒河，恒河前一段时间几百万人在恒河里边游泳，然后举行仪式，脑袋上举着坛子，然后那种场面，结果导致了疫情的高发。这是人家的宗教仪式，我们对人家的宗教不能说什么东西，但是你这种呢无视病毒传播这种举动，大规模的聚会，导致了病情的这个爆发。现在恒河的情况是这样，恒河两岸呢大量的浮尸浮在河里的尸体，印度的惨状呢，病毒已经传到全球40几个国家。昨天印度卫生部宣布新增死亡呢，他们统计的是40多万起，但其实呢总死亡人数已经是100多万，这四千多起，只是官方呢他们认真向全世界媒体宣布的数字，实际感染人数联合国卫生组织人家早就说了，已经是5亿多人，甚至是更多了。在印度你看看这样的画面，这种焚烧尸体的画面，旁边还有这个尸体是等着焚烧，这在印度呢是已经司空见惯的情形。算起来现在已经有1个多月的时间了，每天连续他公布的数字是30万以上30万以上，连续1个多月了。所以有人说这个波次有点长不知道什么时候尽头。专家说印度的现在新冠疫情感染这个高点呢，就最峰值是在5月份，那现在正好是5月14号5月中旬吧，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情况还会继续下去。在数字没能够表现出它的地方，这片土地上其实每时每刻甚至每秒都在发生着一些惨绝人寰的事情。火葬场不堪重负了，各处呢都被开辟为火葬场，焚尸的味道传遍了大街小巷。尽管在印度当地的一些教派认为火光能够净化灵魂，能够使死者找到归宿尽管有对火的那种神话传说，但是自己的亲人离开自己毕竟是个痛苦的事情，所以呢那种尸体的腐烂的气味，还有呢硝烟的气味，以及人们的哭声低声的呜咽那这种场面视听的感受，我们作为外人你完全可以感同身受，可以想象到。你看看这画面
并不是所有的尸体都能得到火化，因为火化是要钱的。即使是自己买柴火来烧，能不能烧干净？那柴火呢，现在也发生紧张，所以呢，有一些人因为家里边穷，他的尸体呢没有条件火化，就直接扔进了恒河。尸体在水中呢，因为肿胀啊、腐烂呢，面目全非，顺着河流呢漂流而下。大家看看这个画面，漂流而下的尸体在这边上。如果你胆儿小，你就不要看了。如果你能够想象到，也没必要看。同一条河流，不久前还是病毒大爆发的培养皿，现在呢尸体顺流飘下。再对照呢前几天的这个画面，这是同一段河流，只是换了时间，转眼就变成了浸泡着尸体的坟墓。这张画面就更刺激，你看看一个画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6个，这是一个截取一个片段，这么多的尸体泡在里边。或许是因为买不起传统的印度教火葬所需要的木材，或者是现在市场紧俏买不到木材，很多尸体呢，因为火葬场不堪重负，亲人走后，家属选择直接就抛到河里面去了。也看到这幅画面，这是亲人们抬着尸体啊，在往恒河边走。印度有一个说法，有一首诗叫《回归母亲河》，听起来似乎是浪漫的表达，但当尸体真的在河流里边的顺流而飘下，肿胀尸体难闻的气味，以及在河边堆积起来的那个场面的时候，人间地狱什么样，我想也不过如此吧。这一章呢，镜头虚掉了，虚掉是为了能够减少对大家一些感官的刺激，但是看到这样的画面，依然觉得画面的张力太强，甚至那些画面里边呢，气味都能够从你的手机、从照片上面飘过来。过去几天，恒河呢有那么一段出现了上百具遗体，仅仅在北方那个邦啊，叫这个北方邦的加马尔村。河边上就有50多具，一个村子啊，它那么一段恒河边上就有50多具尸体。当地的老百姓说，村里边已经能够闻到很浓的尸臭味儿。但是警方在组织人员打捞之后呢，就就地掩埋。就地掩埋，这不是印度人所希望的，他们希望能够在火光中升天，灵魂找到自己的归宿啊，甚至他们在上天之后还能够和自己的祖先呢相会合。那现在没有办法，你现在没有条件火葬，就只好水葬。水葬呢又漂流在河上，现在警方只好来解决这个公共卫生问题，选择土葬。土葬是很多人不愿意的，因为只有那些低种姓的人，他们才会去土葬。可是你不土葬又怎么办法呢？刚刚土葬了50多具尸体，第二天又冲上来40多具遗体。看看这同样是做了虚化处理的这幅画面，在这个河边上有大量的漂浮的尸体。当局呢也为了处理泡在水中的尸体，甚至呢在水里边呢做了渔网，用渔网来隔离，渔网呢在这种隔离就挡住，不让尸体呢飘到边上来，让它在河流的中央顺流而下。但是因为尸体数量比较多，所以很难处理。这是印度报纸关于这件事情的报道英文好的人你可以看一看印度人他们自己怎么看这件事情。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飘到河边上的尸体啊，引来了野狗。印度呢，野狗也很多。在此之前，家人的火葬场排队放在一边的这个尸体被野狗啃掉的新闻，在最初的时候，因为死的人还比较少，这种新闻还是新闻。现在呢，这种尸体被狗咬了，被狗撕了一半，甚至不能认出了是尸体被狗拖走了，这种新闻，这已经不是新闻了。在恒河边上，尸体与成群结队的野狗的场面让人不寒而栗。这个画面大家看一看，这个漂浮的尸体，这尸体呢因为太扎眼睛，所以我们做了技术处理。然后呢，大家看看，这有黑狗，有黄狗，特别是白狗白狗黑狗它比较明确。虽然现在在河边上你很难确定尸体的具体源头在哪里，因为腐烂的严重，你这个尸体到底是怎么回事，没人说得清楚了。病毒让人恐惧吧，尸体腐烂，然后肿胀，尸体的臭味也让人腐烂，所以弥漫的这样一种是鬼城的气氛万户萧疏，鬼唱歌。一个村里几十具尸体，第一天清干净了，第二天再飘过来。大家想想，印度苦难的老百姓，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那些说印度这个全民医疗、印度公费医疗、印度民主神话的人，面对今天这种惨况，那些有名有姓的，包括体制内的身居高位的印吹们，你们现在不想出来说几句话，给我们做一点必要的解释吗？
印度的医疗资源枯竭了，火葬场呢也崩溃了啊，普通人根本就没有办法，没有机会。如果你想把家人炼掉了，你得拿钱，你得有身份有地位，没身份没地位，死了之后你通过火葬场上天没有可能，自己要拿火把它烧了，你得买得起柴火。这就是印度，这就是今天的世界上最大的常常以民主自居的印度。这就是现在依然在搞大规模选举，莫迪在呼喊要疫情中的人们支持他，要他来拯救印度民族的这样一个印度。印度有个邦叫果亚邦，果亚邦是最小的一个邦，西南的最小的一个邦。这个邦的也情况同样严重，每2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感染，什么意思？50%的感染啊！当地的统计说，51.4%的人感染率彻底击穿了当地的医疗系统，当地医院没有氧气，氧气供不上。就在这个邦，在一家医院里边，曾经发生一个惨剧，在1个小时的时间里边，26个人当场死亡。都是气绝身亡，都是憋闷而亡，就是想要氧气没有，象征性的扣上。有的人根本就没有氧气罩，就躺在医院里等着氧气，活活憋死了。新冠病毒不一定死人，但是在印度死人死到这种程度，这真是人间最大的悲剧。大家看看，这似乎是一个月台。这个月台上面呢，躺着2具尸体，周围的人就那么麻木地看着，无法呼吸的病人要承受巨大的痛苦。我们能够呼吸的时候，我们可以口呼吸，可以鼻呼吸，我们根本就不意识到喘气儿这件事儿这么重要。但当你憋气的时候，当你血氧含量低到你自己不能承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啊，呼吸一口氧气啊，这是活命啊！人活一口气，在印度今天对很多患了新冠病毒人来说太重要。医护人员被迫呢，因为氧气太少，为了活命，医护人员被迫1管氧气让3个病患者同时使用。大家想一想，有没有交叉感染的问题？有一个邦叫安德拉邦，安德拉邦有一家国营医院，就是我们所说的公费医疗的地方。因为呢，载运氧气的车辆延迟，氧气中断，没了，那氧气里没有氧气了，我们家的病人不行了，别们就因为氧气中断，11名新冠患者窒息而亡，躺在床上，11张床上都是病人，其实也没多重。如果氧气供应，如果对症治疗，很可能就会活过来。但是11个病人变成了11具尸体。看着自己的挚爱亲朋在眼前痛苦的死去，这世界没有办法不让印度人愤怒。当地警察压制才控制住局面，已经逝去的生命无法挽回。警察说服他们一个最好的理由说：不要闹了，再感染了你们怎么办？恐惧当然弥漫到了互联网上。有一个人呢上去分享了他的一些情况，希望大家能够帮助他。他自己就是医学博士，他的老婆怀孕了。他的老婆生前的最后一瞬身体非常虚弱，他还是警告说大家对待疫情要认真对待。这个可怜的女人，她找了一个医学博士的丈夫，这印度应该是上层社会的一个青春年华，这么一个美丽的妻子。看看她临终的时候，她在镜头里面留给人们的形象，的眼睛没神了，身体疲惫。他这个时候警告人们说要怎么样，是的，要怎么样。但是这个国家能怎么样呢？他见证了这个国家太多的不幸。这个女人死了，她肚子里的孩子也死了，留下她的大儿子一生的痛苦。网友们在网上去悼念她，看看左边这个照片，就是这个美丽的女人和她大儿子幸福的人生。右边这张照片就是他濒死状态的时候，他无可奈何的，他和他肚子里的孩子临死之前，他那种让人不忍直视的脸。印度惨绝人寰的画面，我们很多人听了已经麻木了，但是他们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都是像我们一样鲜活的人，是我们的同类。65岁的一位印度老先生，他比我还小1岁，死于脑溢血。但是在运送尸体的时候，他死了，没人敢来帮忙。他的弟弟联系救护车，却因为医疗资源崩溃，
救护车没来，直接来的是一个运送尸体的垃圾车。运送尸体的专用的车不够，垃圾车负责运送尸体。这样的故事在印度太多太多了，所以死亡这个词儿已经和新冠绑在一起。即使不是死于新冠，所有的人也对死者避之不及。混乱之中，疫情相关的犯罪层出不穷。有媒体呢报道一个奇葩的事情，就有两个男子声称说我可以给你提供疫苗，然后呢就有人找他疫苗，然后他就把2个未成年的少女呢引诱到一个小房子没人的房间里，废弃的小屋里边，把2个女孩给轮奸了。最近印度的警方又破获了新的犯罪团伙，他们干嘛？他们因为火葬场陷入了崩溃无暇维持原来的秩序，盗窃团伙就从这个死者的身上和这种麻木的这个死者家属的身上盗窃死者用过的东西，就开篇我跟各位说的那些。这些警察他们普遍戴着口罩坐在这个地方，也是疲惫不堪，天天加班。各位，印度如今受到疫情的冲击，可能远非人祸所能概括的。大家看看。这是一群看起来相对专业的人，穿着防护服，然后在这个地方焚烧那些尸体。印度疫情这么严重，这当然是一个国家治理能力的问题。印度疫情这么严重和变异病毒传播也有关系。印度变异病毒双重、3重病毒已经传遍了全世界。最近印度有几个人，他们在我们的邻居在越南走了一圈，然后一下子越南本来是控制的不错的。东方国家人都比较自觉，戴口罩、洗手、保持距离。但是最近我们的邻居越南，整个国家动员起来了，就是因为印度的疫情传播的非常厉害。印度的病毒和此前经典的病毒已经不一样了。这个病毒传到巴西巴西现在也是雪上加霜，死了40多万人，报道出来的就是40多万人。我把这事儿叨咕给隔壁王奶奶，隔壁王奶奶说：“莫迪干嘛呢？莫迪干嘛呢？莫迪讲话呢，莫迪祈祷呢，莫迪面对着人群还在那地方竞选呢，要求你们支持我，我要印度的高官排着队在那儿夸莫迪，说莫迪抗疫多么努力。然后最让中国人不能容忍的是，印度的高官、印度的政客、印度的媒体天天在那儿骂中国阴谋论。中国飞机排着队一架一架呜呜的起飞，把源源不断的抗疫物资，特别是氧气，这个呼吸机运到印度去。印度你不领情，你不报道不说也就算了，几个很小很小的罪儿小国给你提供医疗设备，你也天天在上面感谢，然后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不说也就罢了，天天在那儿讲中国阴谋论，说中国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这是中国老百姓最纠结。我们不忍心我们救济你，但是你们居然这样。莫迪他现在最大的考虑不是死人的问题，莫迪最大的考虑是自己能不能当选的问题。所以他手下的那些印度的公务员居然好意思在印度的各个网站上面连篇累牍的发表文章吹捧莫迪，一篇篇赞颂，无非是莫迪抗疫工作如何努力，睡觉如何少，如何祈求神灵照顾这个印度人民，是和莫迪的祈求是分不开的。有一篇文章就叫做总理莫迪工作一直很努力 ，work hard so hard， 都这套。还有提醒中国的阴谋，还有提醒千万不要上反对派的当，等等等等。有一个叫苏德什维尔玛的这么一个马屁精他发表文章，名字发表在《每日卫报》上。他说，印度的疫情席卷全印度之际，我们的领袖莫迪一直在默默的工作，我们的领袖莫迪付出了双倍的努力，集中精力在寻求各种解决方案。印度失控不是莫迪的错。这个马屁精还说莫迪现在他的工作是无人能够替代的，而莫迪他也是忙着见人，隔着距离，然后跟人们挥手欢呼呼唤那些染疫的甚至家里面死了人的苦难老百姓来支持他继续执政。莫迪继续执政会怎么样？莫迪有什么办法？
没什么办法。现在就看着印度就像一艘船呢在向下沉没。那有人说，如果不是莫迪，如果换一个人上来，情况会好吗？换一个人也没办法啊，能怎么办呢？有人歌颂印度这个民主的体制啊，自由，我们自由，是啊，你们的自由就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如果你们就享受你们的自由也就算了，印度的媒体照样骂中国。前两天我们的火箭的残骸脱落这件事儿，就印度媒体说我们残骸脱落，还说会不会威胁到他们，然后呢还指责中国的火箭是偷别人的等等等等。印度的神话，全民医疗的神话，印度民主的神话，现在我看基本上在中国是破灭了。那么几乎没有人出来替印度做辩解了。那现在呢，印度自己呢把标签贴得大大的，还是说我是民主的。是的。我们看到的是老百姓的这种可怜兮兮，老百姓的不断的丧命，以及感染的基数越来越大。你们民主贴个，我问个问题，你贴个民主的标签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吗？一个民主的标签之下就可以如此惨绝人寰吗？中国人呐，中国人的政治理念当中有一个最高级的概念，就叫做人命关天。在人命关天的事情上，你们搞到这种地步，你们贴什么标签也很难做出圆满的解释。感谢收看本期节目，下期见。